比亚迪开始清库存了，而且是砸价式的清。2025年4月，比亚迪突然对外宣布，对旗下王朝网与海洋网的10款非智驾车型实行限时降价，降幅高达1万元以上，部分车型甚至杀入5万元时代。一时间，朋友圈、汽车论坛、抖音评论区沦陷，买早了、亏惨了比亚迪都撑不住了。库存爆炸，这是要跑路吗？别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促销活动，这背后是整个中国汽车产业正在被高库存、价格战、现金流枯竭、生存焦虑活生生吞噬的冰山一角。比亚迪那个过去几年一直被吹捧为新能源之王，如今库存高达1160.36亿元人民币，是整个行业库存榜的第1名。而这仅仅只是开始。今天就让我们拨开迷雾，看清中国汽车产业这场看不见的血雨腥风。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比亚迪的存货总额为1160.36亿元人民币，不仅创下公司历史新高，更在整个中国车企中一骑绝尘。具体来看，上汽集团的存货为772.77亿元，长城汽车为200.97亿元，吉利汽车为193.19亿元，长安汽车为126.08亿元。而海马汽车的存货虽然仅为25亿元，但因库存周转速度缓慢，位居行业末位。存货是所有企业的命门，尤其对于更新换代极快、技术迅速迭代的汽车产业来说，高库存不仅意味着卖不动，更意味着大量现金流被死死锁死在工厂仓库和 4S 店里。一个常识，汽车一旦生产出来放在库里，每放1天就贬值1天，2个月不卖出去就可能被迫贴钱甩卖。比亚迪的存货周转天数为58.57天，看起来不算太夸张，但与149.96天的海马汽车相比，其实已经相对健康。但要知道，这是通过何种代价换来的？是牺牲利润、主动杀价的疯狂去库存。这次清库存的对象几乎全是比亚迪旗下的非智驾车型。什么意思？就是那些不具备比亚迪全民智驾战略下的新系统的老款车。本次限时降价包括秦 Plus DMI 荣耀版、汉 DMI 非智驾版、唐 DMI 非智驾版。MPV 车型下最高可享 4.2 万元置换补贴，其售价全面下调，从原来的6万加、7万加直接砍到5万元出头，中高端车型也自降身价1万元以上。换句话说，老车不值钱了，哪怕配置差不了多少，但只要没搭载智驾系统，就直接被市场边缘化。这就是技术过剩带来的恶果。每次升级不仅不是在拉动消费，而是在制造库存风险。不仅是比亚迪，整个中国车市都在清库存。我们不妨看看2025年1季度车市的血战。吉利汽车宣布多款车型下调指导价，部分降幅超 1.2 万元。小鹏汽车一口价促销加限时送保险加零首付贷款。上汽通用50电动微型车达到 2.98 万元起售。特斯拉中国多次调整价格， Model Y 一度跌破26万元。业内人士说得很清楚，谁的库存高，谁就必须先动刀杀价止血。这就是现在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在中国汽车保有量超过 3.4 亿辆，人均汽车消费意愿下滑的背景下，车已经不是刚需了，而是负担。能把车卖出去的都是神。很多人或许还以为比亚迪日子很好过，毕竟它是新能源龙头，市值一度冲上万亿。但现实是，比亚迪2024年光靠政府补贴就吃了104亿元。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中石化获得最多运营补贴，比亚迪、宁德时代分别是汽车与电池企业中的补贴王。
104亿的补贴，占据比亚迪经营现金流的 7.8%。换句话说，没有这笔输血，它的现金流早就见底了。一个靠国家输血才能活下去的行业，是否还值得乐观？为了摆脱内卷与价格战，不少中国车企试图走出去，比亚迪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可惜现实再次打脸。2025年5月7日，路透社爆出重磅消息，比亚迪与青山控股集团已放弃在智利投资数亿美元建设锂电池正极材料厂的计划。原因没有官方明确说，但据多方消息人士透露，受到智利方面对中国企业参与本国锂资源开发的担忧影响。这意味着比亚迪的海外锂电战略遭遇重大挫折，关键原材料供应链控制梦碎。更严重的是，这并非孤立。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本的反制不断升级，中国车企在非洲、南美的基础资源投资频频受阻，海外资源卡脖子，国内价格打骨折，双向夹击之下，中国汽车企业的未来在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中国车市的最大购买群体中产阶级正在急剧缩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7.2%， 但汽车类商品仅增长 2.8%。居民储蓄率创10年新高，但消费信心指数却处于历史低位。住房、教育、医疗成本持续上升，中产可自由支配收入大幅压缩。很多人不买车，不是因为不想买，而是因为根本不敢买。一辆车落地10几万，月供2000多，油钱、停车费、保养加起来一年又得2万多。对一个工资8000元、房贷4500元的中产而言，这简直是不可承受之重。你说新能源汽车省钱？是的，前提是你有家用充电桩。但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5年初，全国私人充电桩仅有348万个，仅占新能源汽车总保有量的20%左右。油车贵，电车难充，成了千万家庭的真实写照。今天的比亚迪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它的轻库存，它的限时降价，它的高补贴生存，只是中国整个汽车产业内卷地狱的一面镜子。库存爆仓，利润腰斩，价格血战，技术堆叠，补贴续命，海外受阻。过去20年，中国汽车产业是世界奇迹，销量全球第一，增长最快，技术突飞猛进。但如今，这个奇迹正开始崩塌。一辆又一辆被积压在 4S 店里的新车，一张又一张贴满清仓甩卖的海报，一个又一个亏本正吆喝的车企，他们在无声地诉说中国制造的春天或许正在变成秋天，